搜集往生者资料的知情同意。1992年 ，Samantha 不幸在心脏外科手术中过世。多年后 ，Samantha 的母亲 Ricard 发现执行手术的 Bristol 皇家医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摘取已逝世 Samantha 的心脏。虽然医院在1997年归还心脏，却也弥补不了 Ricard 想让女儿完整下葬的遗憾。Samantha 的母亲和其他失去子女的父母组成支持团体，并积极寻找那些可能也遭遇相同状况的家长。你认为医学研究者搜集往生者的身体器官或简体，也需要得到家属的知情同意吗？此事曝光后 ，Bristol 皇家医院组成调查小组，发现 Alderhay 儿童医院长期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摘取已逝世胎儿和婴儿的重要器官，并将其存放在医院的储藏室中。令人震惊的是，其他医院也有未告知家属便擅自摘取已逝世儿童的器官和组织样本的情况，而这些不当行为都指向任职于 Alderhay 儿童医院的病理学家 Dick Van Velzen 教授。你觉得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研究，却使用不道德的方式进行，能令大众信服吗？ Dick Van Velzen 长期以研究为由，私自保留每一个案件的所有器官，过去甚至有造假工作记录、造假验尸报告、未如实向医院登录器官摘取资料等不良记录。而 Alderhay 儿童医院在聘用前因知情其风险，但仍疏于监管，对其他不当行为也不进行惩处。这一连串的调查还揭露了隶属于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体系底下的210家医疗机构，他们为了进行临床训练和医学研究，秘密保存了大量从已逝世婴儿病患身上搜集到的器官和样本。你觉得医院与 Van Velzen 教授都应该负起责任吗？虽然当时并没有完备的法规可以让各家医院与 Van Velzen 教授负起法律责任，不过 Van Velzen 在2005年已被英国医学总会裁定永久禁止在英国行医。调查小组在报告中建议英国政府应修改当时实施的1961年人体组织法，以规定在验尸、器官采集和保存前落实全面的知情同意，并要求仅限过世者的近亲可以作为同意的对象。从这起不当搜集器官的事件可以发现，有些伤害不是直接发生在参与者身上，而是在长远的时间里间接影响到参与者周遭的相关人士。因此，秉持诚信并保护参与者及其连带关系人，让他们免于心理与社会层面的伤害，才是达到学术研究为推动公共利益、开创新的福祉与造福社会大众的初衷。